对3，对10，对勾，对1+2，一个2，我走了，给钱，快给钱！你出千了吧你？怎么把把都是你？那怎么别人赢就是出千啊？哎呦喂！我说你们仨真的是没事干了是吧？啊！你们在这儿真的这儿干嘛？你说我这个病人，病房是要安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！你们在这呜啦哇啦的，这对我的病情好吗？哎，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干啊。对呀，我们也不愿意呀，可是没案子破呀。你这一受伤，全上海滩的犯罪分子都跟着歇业了，还太太乐了，连老太太都不来咱侦探社。不是还有咖啡馆吗？啊，去端端咖啡、刷刷盘子，这么多事儿可以干了吗？经济危机，这报纸上不都写着了吗？饭都吃不起了，谁还喝咖啡啊？我暂停营业了。所以我这也跟你缩水了是吧？啊，你看看这啊，天天给我灌水饱是吧？这特别时期特别对待。再说你身体不好，吃不得油腻的东你西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只能吃清淡的，有这个吃就不错了。再说我们好久都没有下馆子了。走，去哪儿？咱出去吃，想点什么点什么，我还花不起这点钱。你太够意思了。菲姐，一起吧。就不玩了？不玩了，咱下馆子去啊！哎，刚好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收了这张折扣单，今天日料店大酬宾，要不咱们去这儿吃？三田日料店，这家店菲姐不是经常去吗？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家会打折。生意不景气吧？哎呀，我们就去这儿好好吃一顿，刚好我肚子都快饿扁了。走了。哎呦，哎，这老板都还摊着呢，把他给忘了。那也没办法呀，只能咱们自己去了啊！走啊！张天，我会给你打包一份带回来的，好好躺着。尽量清淡一点啊，要不对我病情不好。哎，哇，不错哎。哎呀，还得脱鞋啊！当然啦，太麻烦了。三田先生，哦，你好。啊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都是坐，随便吧。哎，这还真不景气啊！三田先生今天亲自招待客人，服务员呢？啊，他病了，明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说，晚上要晚一点才能上班。啊你慢慢看，三位。啊，谢谢。今天的设施和生鱼片都有优惠。哦，哦，我要一份生鱼片，然后再帮我来个茶泡饭，再帮我来个玉子烧。哇，你吃这么多呀？我愿意。给我来一份拉面吧，再来一瓶这个梅子酒。梅子酒。啊，姚小姐，还是一份设施。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了，您还记得这么清楚？哦，果然是熟客。欢迎欢迎。这大晚上的戴墨镜，看得清吗？不懂了吧？现在啊，真正的时髦讲究的就是风度，看不看得清不重要。我感觉你最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，这哪是时髦啊？
杨探长，大驾光临啊，特写。哎呀，吃个东西老得特写，什么毛病？烟掐了。哈哈，这个三田啊，贾某也就几日未曾光临，你这生意变得这么冷清，看来得多来呀！啊，有什么新鲜的海货赶紧上点来，再来一壶上好的清酒啊！你晓得啊，去吧去吧。哟！张公子，这太巧了，这个啊，杨小姐，啊，哎呀，昨天晚上啊，我跟张公子才在凤栖楼遇见，今儿又看见了，你说这缘分。凤栖楼，原来你昨天晚上失约是去那儿了。哎，没有，是个误会，我是去查案子去了。你撒谎！你刚才还跟老板说侦探社没有案子查了呢，你这一会儿又改口了。是没人报案，这案子是我自个儿撞见的。我昨天晚上在大街上溜达，然后就碰见一伙那个小流氓，我就跟他们起了冲突了，我就一路追他们跑，追着就进了那个凤栖楼了，对吧？啊，对，是去查案啊。昨天我看见张公子的时候，他正在跟3、4个姑娘询问情况呢。姑娘，啊，还3、4个。张天笑，你越来越长本事了。是，我是去凤栖楼了，还扎姑娘堆里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个张公子，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？滚！看我干嘛？不打算去追追，追吗？不追也行吧。还是追吧。哎呀。小咖，又跑哪儿去了呀？哎，刚才的2位客人呢？没事儿，他们待会儿可能就回来了。请。谢谢。吃了这么多日料店，还是您这儿的最地道了。谢谢。记得姚小姐说过，你有亲戚在日本。北海道。偶然だね。私の出身は北海道ですね。我记得在那儿有一种特别鲜美的鱼，很好吃，但是现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，但是口感非常不错。是啊，那里的海产品很多，是记不清楚。啊，对了，正好我的亲戚从日本到中国来，我托他们带了一些海产品过来，不要留着自己吃的。姚小姐哪一天回去尝尝鲜？那就多谢了。啊。姚小姐，最近戏的不太好，凡事要多留心。您费心了。
哎，对不起，我这病还没好，手有点抖。杜雪盖，张天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最后说，把日本带来的海鲜米拿过来，再出操作，一定好看。是。刘小姐，稍等一下。没关系。小咖大人，小咖大人，谁啊？看来是老天看我不顺眼呐。让一声我生气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也不敢造次，我就顺了老天爷的心意，离开这人世间，离开这滚滚红尘吧。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3、2、1，等等，看来老天爷还是不收我呀。你傻，哪有什么老天爷？还生气呢？我都找你找半天了。你这么会演，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啊？哎呀，这样，明天我带你去那个金门大饭店，什么高低点什么。每次道歉都请我吃饭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谁叫你嘴馋呢？那金门大饭店这次不准失约了，一言为定。走吧，点的东西都凉了。还不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惹我生气，不早就吃上了吗？好啦，三田啊，菜做的不错啊。哎，全上来了，回来啦，开动吧。啊！哎呀，好吃，尝尝这个玉子烧，你点的。好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好吃吧？下次还来啊。没劲没劲，哪个东西都磨磨蹭蹭，去不去？老板，怎么停电了？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电停了咋喝酒啊？三田先生，三田先生，三田先生，死了啊！诸位，三田死得太蹊跷，在死因没有查明白之前，谁也不准离开这个日料店，包括我。店长在哪儿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应该是一个机关。机关？看来这是一起谋杀。刀口不深，没有割到动脉，不是致命伤。凶器应该是刀面锋利的利器，而且
是远距离投射。菲姐，你是怎么能确定它是远距离呢？这种程度的伤口，如果是近距离割喉，那么血液会呈喷溅状溅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可是我们的身上都没有血。我发现伤口的附近有杏仁的味道，是氰化物。现在基本可以断定，凶器上抹了氰化物。三田先生是中毒身亡。凶手在凶器上抹了剧毒，那他是为了一击致命吗？如果我们现在找凶器的话，应该还是来得及的。精彩。不过姚小姐，你又不是我们巡捕房的人，刚才怎么能擅自验尸呢？我是侦探。哎，刚才断电的时候，姚小姐也在这屋里啊，所以说也应该算是嫌疑人啊。嫌疑人擅自动尸体，出了岔子算谁的？我算我的。张公子，巡捕房在查案子，您就别掺和了，行吗？你们巡捕房的案子哪一个不是我们侦探社查出来的？侦探社的人在，还轮得着你说话？张公子，这于情咱们都是老熟人啊，可是于理查案是贾某的责任，徇私枉法的事情贾某是干不出来的啊。哎呀，为了真相，对我得罪多多包涵啊。我刚才仔细地观察了房子里所有的窗户，完好无损，同时大门也是紧闭，所以我也在想啊，这个凶手有没有可能杀了三田之后，趁黑我们没人注意的时候，已经悄悄地从这扇大门出去了，同时再把大门关上。老贾呀，今天晚上月光明亮，停电期间要是有人进出这个房间的话，大家都能看得到。况且，听到了吧？风铃就没响过，说明没有人进来。有道理。所以，依我的判断，凶手就在咱们这些人当中。刚才我跟着这位店员去检查了一下电闸，我发现电闸被人动过手脚，有人做了装置，制造停电，借机杀人。装置？什么装置？鱼线。鱼线？对，一头绑着电源开关，另外一头绑着石块，石块的下面是一块冰。冰块融化会带动石头下沉，拉动鱼线，从而拉断电闸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冰块融化的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在1个小时之内将装置放在了电闸附近。为了缩小嫌疑范围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告诉我，你们从进入这个房间都做了些什么？对。从你开始。哎呀，张公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怎么可能是身为探长的贾某呢？因为你出去过。哦。半个小时以前，我在走廊上看到一个行色匆匆的人的背影。
从发型和衣着来看，不难认得那个人就是你。你出去干什么了？我不想说，羞涩。哎呀，我出去还能干嘛呀？吃坏了肚子上厕所，我走得急，那不是因为憋不住了吗？非得问。谁能给你证明啊？我这上厕所怎么证明啊？好，既然没有人给你证明，那就说明在停电之前，你很有可能靠近了电闸开关，动了装置。哎呀，张公子，你别老追着我问行吗？那我倒是想问问姚小姐，既然你看见我在外面，那你出去干什么去了？天笑和小咖闹矛盾了，我出去找他们俩了。有人给你证明吗？没人。咱俩扯平了。还有刚才张公子跟小咖小姐都在外面，难道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吗？我们两个怎么可能下手啊？哎，这是张公子自己说的吗？如果没有人能证明的话，那都有可能是嫌疑犯，对不对？既然凶手是远距离投射，我们为什么先不把凶器给找到？也有可能会发现别的线索。找。哎呀，凶器找到了。哎，给我看看。这个刀刃和伤口完全吻合。没错，这个飞镖上也有淡淡的苦杏仁的味道，尸体上也有氰化物中毒的迹象，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，这个被下了毒的飞镖就是杀害三田先生的凶器。这飞镖怎么有点眼熟啊？我印象要没错的话，姚小姐，这飞镖应该是你的吧？飞姐，这个飞镖确实跟你的那个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在上海这种飞镖很少见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这不是我的飞镖。哼，不是你的，是谁的呀？而且姚小姐，之前吃饭的时候，姚小姐的位置离三田是最近的。姚小姐，你身手不凡，而且扔飞镖的技术也十分高超。我想，在黑暗中用你随身携带的飞镖杀人，应该就像是徒手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吧？啊？姚小姐要是不承认的话，那贾某只好亲自动手，搜一搜姚小姐身上的飞镖还在不在啊？住手！哎，飞姐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吗？我来搜。啊去！我今天出门就没有带飞镖。不会那么巧吧，姚小姐？刚好你没有带飞镖，而现场就出现了跟你的飞镖一模一样的凶器。贾探长，你的推理从来都是这么的简单粗暴，不讲求事实证据的吗？是吗？姚小姐，这还不叫证据吗？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嫌疑很大，请你跟我一起回巡捕房坐一坐，请。我看今天谁敢动飞姐？哎呀，张公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
贾某也是秉公办事啊。我呢，也就是请姚小姐跟我一起回巡捕房啊，审一审。她要是无辜的，很快我把她放出来不就完了啊？菲姐是你想怀疑就怀疑，想审就审的吗？我们俩在一块儿共事那么长时间，她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啊。再说了，先不说那飞镖是不是菲姐，就算真是菲姐的，那也是被凶手偷来杀人的。我说你这脑子一直都这么拎不清，怪不得混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个熊样。啊，对啊，张公子说的都对啊，贾某确实应该多向张局长学习啊。那这样，我就在这里当着张公子你的面，有质疑的情况问一问姚小姐，这总可以吧？啊，好吧，你想问什么，就在这儿问吧。啊，姚小姐，之前在店里你跟三田先生聊了那么久，而且还说了日语，请问你们之间聊了些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，菲姐，你还会说日语呢？等等，菲姐什么时候跟三田先生用日语聊天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张公子，这不是你跟小咖小姐离开座位出去期间发生的事情吗？啊，我想，要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们二位为什么用一般人听不懂的日语交流呢？还有，你跟三田先生好像很熟悉嘛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学过几种语言，我除了会说日语，还会说德语、法语。至于三田先生，我之前就是这里的常客，跟他认识也很正常吧。我们今天无非也是聊了聊关于日本料理材料的问题，因为我发现今天的食材它有那么一点点不新鲜，这没什么错吧？哼，空口无凭哦。还有，即便真如你所说，也洗清不了你用飞镖杀人的嫌疑吧？这只飞镖好像是我们老板的。什么？是，我虽然刚来这儿，可是我确实看见个老板随身携带这只飞镖，没事的时候他还拿出来玩两下。你是说这是三田的飞镖啊？跟姚小姐的一模一样？老贾呀，这不就结了吗？菲姐，你们会讲日语的人品味都很一致啊，连玩的飞镖都长得没什么差别啊。这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一种飞镖。贾探长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给你弄过来一大把，送你玩玩。我听老板说，就这只飞镖是专门制作的，平时任何人都不让碰。等等，你确定这是三田随身的飞镖？确定。能够弄到三田随身飞镖的人，首先要知道他有这个飞镖，才能轻易从他身边偷走。所以说，凶手应该是三田身边的人。依我看，能够知道飞镖的地方还能轻易偷走的人，就是你吧？啊？不是我。我记得前不久你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被三田先生骂，对不对？还有，看你这样子在这儿打工也不容易哦。是因为老板平时对你冷言冷语，外加当众嘲讽呢，还是说老板拖欠你薪水，又或者说你有什么把柄在老板的手里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一气之下将其杀害？没有。说为什么杀他？不是，这不是我杀的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是我平时是笨手笨脚的，总是惹老板生气。除此之外，老板对我都很好，我没有理由去杀他呀。况且，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
我又怎么可能主动的指出这只飞镖是老板的来引火上身呢？再说了，老板死的时候，这屋里一片漆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怎么可能在黑暗中杀人呢？也对，没错，如果是在看得见的情况下扔飞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是在黑暗中扔飞镖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除非他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他自己的目标。没错，正常的情况下，人的眼睛在黑暗中总要适应一段时间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凶手之所以能够在黑暗中快速行凶，那只能说明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在黑暗中的环境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你赶紧说。我终于知道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刚才贾某只是在声东击西而已，真正的凶手就是他。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留意你了，独自一个人坐在里间，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。在室内你还戴着墨镜，但行为举止又并非是盲人。你在里面总是东张西望，心不在焉，还时不时的总看手表，可见你十分关注时间，像是在等待什么发生一样。你一定是在进来之前就趁人不注意，在电闸处设置好了装置，并且时刻等待着电闸处冰块的融化，重物落下拉断电闸。由于你一直戴着墨镜，所以你眼睛早就适应了黑暗，加之你时刻关注着山田先生的动向，所以在断电的一瞬间，你能够清晰地知道山田先生的位置。这时候，你再迅速地掏出从山田先生那儿偷来，并且已经抹上毒药的飞镖，歘，射了出去。结果，如我们所见，最后，你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跟我们一起欣赏你自己的杰作。杀手先生，现在你可以摘掉自己的墨镜了吧？分析的太精彩了，这样的杀人方法连我都没有想到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如果我要杀人，根本用不着断电，更不会在现场留下这么多破绽和线索，一点都不利索。少他娘故弄玄虚，说你是谁？
你是传言中上海有名的独眼杀手，人称小梅花。没想到我现在的知名度和以前相比，丝毫没有减弱。而且小妹妹看到我，还是这副表情。不要害怕，虽然我下手干脆利落，但是我小梅花从来不杀女人和小孩。3田的料理还真不错，只是可惜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小妹妹，我就不陪你们玩了。哎，抓住他！能不能不要这么粗暴？请给我最后一点尊重。让你嘚瑟，让你反抗，让你调戏妇女。好了，别打，大哥，我什么都招了。我替你们教训他。小梅花，赶紧承认吧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说，为什么杀3田3田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也想知道是谁杀的。其实我是3田雇来保护他的安全，没想到他先死了。不对啊，他死了，我管谁要剩下的酬金呢3田为什么会花钱雇你来保护他？他说他收到了恐吓信，有人要杀他，所以他花钱雇我来监视他，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找出想杀他的人，先下手为强。那你有查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大哥，我真没查出什么可疑的人，我就觉得你们最可疑啊！我刚进来没多久，3田就死了，简直有损我小梅花的名号。哎，你刚才说他收到过一封恐吓信，那信上都写了什么内容？大哥，我哪知道什么内容？到底是谁要杀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小梅花根本不在乎，我就是拿钱干活走人。嘿，大哥，哎，3田平时住哪儿啊？他在隔壁有一个房间。带我们去。走吧。哎，你们不管我了，我什么都说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放我？等你们找到凶手，记得告诉我啊！3田没给完的账，我还得找凶手要呢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怎么又太吵！大哥，嗯。
这个三田平时除了在日料店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呀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但是三田先生倒是经常出差，这次也难得回来一趟。哎，菲姐，你不是会日文吗？你帮忙翻译翻译呗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，说的都是关于材料的购买问题。他果然是啊，这个三田果然是日本樱花社的重要成员。樱花社。其实我今天来日料店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吃日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巡捕房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个三田，怀疑他跟日本樱花社有关。而这个组织在上海犯下很多大案。什么大案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些案子是我们巡捕房的重要机密啊，贾某无可奉告，理解理解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们一直在暗中调查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而唯一的线索就是曾在案发现场和一些调查到的文件资料上，发现了相同的樱花状的标记，以及涉嫌与该组织有关的三田。哎呀，看来还是晚了一步，这三田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了。不过，这一枚樱花状的徽章，倒是可以证实他的身份。这枚樱花状的徽章，倒的确跟那把匕首上的图案一样。那看来，三田先生的死，应该是跟这个组织有关了。很有可能啊。或许是他们内部的人杀他灭口。不会，如果是内部的人所为，为什么事先要寄一封恐吓信呢？真是越来越复杂了。如果三田先生的死真的和这封恐吓信有关系，那凶手事先一定是做好了精心的准备，来就是为了来报灭门之仇的。老贾，你之前在这儿盯了三田先生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之前都跟什么人接触过？或者说，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三田接触过的人还真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，在我跟踪他的过程中，曾发现另一个跟踪他的身影。但就在我追过去的时候，这个身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。但是，我发现这个人个子矮小，身材不高。另外，在拐角处我还捡到一条手链，一条上面拴着一个小老虎的手链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人在慌忙之中掉落的。对了，小卡，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好像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父母，他们人呢？都不在了。都不在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吗10几年前的那起南街灭门惨案，一家五口，只有最小的孩子活了下来。那个孩子就是我。
这是凶手。十字刀疤。哎，刚好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收了这张折扣单，今天日料店大酬宾，要不咱们去这儿吃啊？三田日料店。小咖大人，小咖大人，谁啊？怎么了？我送给你的那个小老虎的手链呢？我忘记带了。是忘了带了，还是在跟踪三田的过程中给弄丢了？不是天笑，你听我解释。这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你早就知道三田是杀害你父母的凶手了，是吗？这么看来，你的仇已经报了。你满意了吗？天笑，你在说什么？三田就是杀害小咖父母的凶手。我曾经调查过这个人，但是当时只有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画像，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但是我清楚的记得，那个人的脖子处有一道十字形的旧伤疤。我刚才检查了三田的尸体，三田的脖子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伤疤。是吧？看来是三田所在的樱花社杀害了你的父母。所以真的是你杀了三田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自己都不能成为凶手。无论你的心里有多大的仇恨，都不能让你的双手沾满鲜血。天笑，你冷静一点，事情不是还没查清楚吗？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这一切也太巧了吧？你曾经就跟踪过三田，今天是你主动提出要来这里吃饭的。刚才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是从电闸附近走了过来？你能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以为你会无条件相信我。没错，当我知道这个人就是杀害我父母还有全部亲人的凶手的时候，我无数次想要杀了他，但是我真的下不去手。小咖，天笑还没有查出凶手是谁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三田先生就是杀害你家人的凶手呢？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
什么匿名信？欢迎光临。是有一天，我在咖啡馆的柜台上看到了一封匿名信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咖啡。咖啡。谁给我的信？叶本之者，真凶三田。既然匿名信是放在咖啡馆的柜台上，那寄信的人应该是去过咖啡馆。你还记得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经过吗？没有，不过灭门之仇，真凶三田。真凶三田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，后来我就来了一次三田日料店，我发现三田脖子上的十字形伤疤和凶手画像上面的一模一样。谁在那儿？奇怪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杀人的动机很充分的，而且你还有机会弄到杀人凶器。三田死的时候你也正好在店里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呀？小柯小姐，跟我去巡捕房吧。等等，小咖不是凶手。小咖收到的匿名信和三田收到的恐吓信，都是用剪下来的字粘贴而成。这应该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，所以这个人应该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哎呀，张公子，不能因为一封信就认为他是无辜的呀！啊，他也有可能自己给自己寄这封信来洗清自己的嫌疑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连飞镖都投不准，怎么可能在黑暗之中射杀三田？所以他才需要在飞镖上抹上毒药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再说了，在黑暗中怎么杀人，只有凶手自己知道，对吗？我没有。应该还有一个人知道。啊？喂，鸟哥，我们今天来菲姐常来的这家日料店吃饭，结果老板被杀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，
凶手是如何在黑暗中杀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表哥，你好好休息。嗯。哎，陈大侦探怎么说呀？对不起，小咖，我刚才不该怀疑你。我一定会证明你的清白，找到真正的凶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都别乱动，小心凶手又想杀人。还能杀谁？灭口啊！小南，哎，你去看一眼电闸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呀，什么情况啊？我看，老贾，我们帮你找到了真正的凶手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在小咖给我匿名信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小南了。刚才小咖给我的那封信，上面有特别大的鱼腥味儿。放在咖啡馆柜台上的信为什么会有鱼腥味呢？可是当时只是怀疑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直到鸟哥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们，要在黑暗中行凶，不一定是眼睛适应了黑暗，也可能是凶手用某种手段在死者身上做了标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标记？什么标记？既然凶手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眼睛提前适应黑暗，那他可以提前在三田的身上做好标记。所以刚才我跟菲姐就又再次检查了一下三田的尸体，这一次果然有所收获。荧光剂。荧光剂是不易清洗的，凶手把荧光剂涂抹在三田先生的脖颈处，那他自己的手上和身上一定也会残留一部分的荧光剂，在黑暗中能看得到。所以我们就心生一计，我们让小咖关掉电闸。谁的身上有荧光剂，那谁自然就是凶手。张公子厉害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，人是我杀的，什么都是我干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像他那种人，他早就该死。那年我11岁，有一天天气非常的好，
跟我妈说我要出去放风筝，我妈让我带上我5岁的妹妹一起去，可是我不愿意，我就偷偷的拿着风筝跑到了山坡上。可是非常的奇怪，那天不管我想尽什么办法，这风筝就是飞不起来。我非常的沮丧，拿着风筝回家了。在家的附近，我看到了一群人。我注意到那个领头的，看到他的脖子上有个十字形的疤痕。他们擦着刀上的血，有说有笑的离开了。我回到家，发现家门是开着的，可是门口就没有人。我就朝院子里喊：“妈！”没有人吭声。喊妹妹，也没有人答应。我当时非常的害怕。当我走到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了4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了地上。爸、妈、妹妹、亲妈。我不记得我自己喊了多久。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带上我5岁的妹妹一起去？她还那么小，那么可爱。我终于知道我那天的风筝为什么飞不起来了。可能我的风筝再也无法起飞了。就是这个人，这个连5岁孩子都不放过的人，他早就该死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竟然正大光明的开了一家日料店。巡捕时常出入这里，可是没有人发现他的真面目。他没有得到惩罚。好。那么就让我来惩罚他，就像你们分析的那样，我潜入这家日料店，接近他，偷了他的飞镖，在飞镖上我擦了氰化物，还在他脖子上涂了荧光剂，在黑暗中，我用飞镖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，为我的家里人报仇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会给小咖寄匿名信，而且对他的身世了如指掌？我在孤儿院的时候，认识一个和我妹妹非常像的小女孩，她就是小咖。我对小咖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。当我知道小咖家也遇见过类似的案件，我就开始怀疑。这是同一伙人干的，也许是同命相连，也许是对妹妹的愧疚。我给小咖送去了一封信。小咖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石头哥哥。石头哥哥。对不起，小咖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我发誓，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相信你。否则的话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狗二，三田日料店抓人。诸位，既然凶手已经查明了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